澳大利亚防长达顿近日就台海问题作出危险表态，妄言一旦台海开战，澳方会向台湾提供军火，武装民进党当局。此外，澳方还恶意炮制所谓激光照射事件，对解放军进行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那么，澳大利亚接连挑衅究竟有何目的？与美国有怎样的关系？中国国防部公布现场视频反击，如何用事实揭开澳方无耻嘴脸？本期节目，评论员曹卫东、特约评论员石红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上周，澳大利亚防长彼得·达顿突然妄言，对台海局势指手画脚，叫嚣一旦台海开战，澳方会向台湾提供军火，武装民进党当局。3月10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表示，澳防务领导人有关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肆意歪曲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这充分暴露了其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严重损害中澳两国两军关系。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轮不到澳方说三道四。值得指出的是，这已经不是澳大利亚高层首次就台海口出狂言。去年5月初，澳总理莫里森就对当地媒体表示，如中国大陆武统台湾，澳将会履行支援美国及盟友的承诺。去年11月，澳防长达顿又重申了这一立场，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我们不参加美国的行动，这将是不可想象的。澳大利亚现在这个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啊，用力过猛，反而有些言论说的比主子还要过分。比如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啊，前不久窜访台湾地区，实际上被台湾媒体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旦发生战事，美军会不会直接出兵协防的问题。即使像蓬佩奥这样按台独分子说的极度挺台的这样一个前政客，他的回答都是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我相信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些政客，看到这样的一个表态，他也认为自己说的有点过头了啊，所以往后拉。实际上，在亚太地区，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日本啊，包括域外的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啊，在这个中国问题上，他们都是要看美国的眼色。而对于澳防长扬言武装台湾，秦真评论称，这只是一个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口号而已，因为澳大利亚的武器可能还不如台湾。实际上，台湾当局这么多年以美谋独，以武拒统，他从美国方面已经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甚至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地区的武器装备，甚至于可能很多方面比澳大利亚的装备还要好啊，所以看不出他能对台湾当局提供什么样的武器。因为特别昂贵的武器，比如说像飞机啊，像大型的舰船，它也不可能提供。一个是价格非常昂贵，另外一个暂时无法运到台湾地区。为了进一步强化美澳同盟，澳大利亚近年来频繁与美国进行军事互动，向中国秀肌肉。比如2年1度的护身军刀双边演习，就被外界认为有着明显指向台海的意图。在去年第9次的演习中，参演兵力超过1.7万人，演练了包括作战准备、两栖登陆、地面部队机动、城市作战、空中作战和海上行动的科目。其中，美军以一个美国号2栖攻击舰为首的远征打击群参演，还首次从澳大利亚海岸发射爱国者导弹。此次演习的总指挥，澳大利亚国防军可部署联合力量司令部埃尔伍德少将说，此次演习将证明美澳军队可以迅速联手，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执行高度复杂、多领域的行动。而除了美澳以外，护身军刀21演习还有来自加拿大、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英国的部队参加军演。通过美澳这样一些这个所谓的共同的演习啊，包括演习科目的设置，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作战想定。主要的一个点就是面向这个台湾。那么台湾问题确确实实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两栖作战，包括城市作战、夺岛战等等。但是至少目前美国方面啊，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它也是模糊的，它也没明说一定要介入。所以我觉得美国和澳大利亚，包括和日本之间的这样一些演习，更多的还是显示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然后秀肌肉给中国看。
此外，澳大利亚还与日本加强国防和安全合作，以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今年1月6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视频会晤，签署了有关澳军与日本自卫队联合训练和应对灾害的互惠准入协定。两国相当于建立了准军事同盟关系，可以更方便地派出军队进入对方国家训练和演习。2月24号，澳空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就从澳大利亚本土部署至日本冲绳加手纳基地。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的消息，截止3月11号，这架 P-8A 已经累计6次前往台湾以北的东海开展抵近侦察活动。这架澳大利亚的 P-8A 在相关区域活动，它无非2个目的，一个就是侦测水面的舰艇啊，因为它上面有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另外一方面，主要的就是还是可能要探测潜艇啊，可能他认为相关的就是台湾岛以北的区域，可能也许有中国的解放军的潜艇在相关的区域有一些演练或者活动，所以在相关区域活动，以便获取一些解放军潜艇的第一手的一些情报和信息。评论员秦真表示，澳大利亚将 P-8A 部署到冲绳是为了讨好美国，刷存在感。冲绳那个地方本岛是20%的土地面积都是美军基地啊，上边美军大量的武器装备，然后各个军种，无论海军的、海军陆战队的、空军的都非常齐全。实话实说，也不多澳大利亚这架飞机，也不少它这架。当然，它的参与更多的还是，包括在美国眼里也显示，比如说它的盟友啊很听从它的，然后他们很团结等等。啊，体现出这样一个存在感而已。甚至于今后必要的时候，我觉得，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的它的舰船，比如2栖舰啊，甚至于它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作战，比如飞机啊等等，都有可能长时间在冲绳部署啊，听从美军的统一的指挥调度。日前，澳大利亚还炮制了一场所谓澳军机遭中国军舰激光照射的碰瓷闹剧，主角又是 P-8A。针对澳方炒作的其军机被所谓激光照射，外交部和国防部接连发布了中国正如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所言，澳军 P-8A 的行为在意图上是充满恶意的，在操作上是极不专业的，极易引发误解误判，给双方舰机及人员安全造成威胁。然而，澳方却恶人先告状，大肆炒作所谓中方发射激光照射 P-8A。有分析指出，舰艇上安装的光电装置或者激光测距仪都会发出脉冲信号，利用发射波和接受反射波的时间差来测量双方的距离。这些测距所用的波数能量很弱，时间极短，根本不会对人体造成负面影响。澳方炒作根本站不住脚。
这充分说明，在整个事件当中，中方舰艇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的操作，而澳方不仅恶意挑衅，还故意散播虚假信息，显然是某些政客的不良居心在作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3月10号还表示，澳军政高官出于一己政治私利，频频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宣扬所谓中国军事扩张，鼓噪在南海同中国抗衡，鼓吹结盟对抗中国等。我们要求澳方某些军政高官停止渲染炒作中国威胁，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的事，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近年来，美澳通过护身军刀系列演习演练两栖登陆作战、城市作战等内容。请教一下石先生，两国联演这些科目有怎样的用意？美澳护身军刀的演习科目实际上很多的，它包括呢海空作战，还有呢两栖作战、城市作战、后勤作战等等。那实际上它是一套完整的针对现代高强度传统战争的所设定的演习。那么我们看一下海空作战呢，就是首先呢要争夺呢制空权、制海权，只有呢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它才能谈得上后续的两栖作战，还有城市作战等等。所以它实际上呢是演习的科目非常多，针对性也是特别强。那就是呢如何让美澳一起联手，更好的去对中国进行了围堵。那么还有一点呢值得注意的是美澳护身军刀演习现在不仅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呢，在一起进行演习，它还越来越多的邀请呢其他的国家，一起呢参加演习。所以这个呢也就说明美国和澳大利亚呢也是借着这个演习，它呢在不断的拉帮结伙。据报道，澳军日前已经将 P-8A 反潜巡逻机部署到了日本的冲绳加手纳基地，并多次前往东海开展抵近侦察活动。请教一下曹先生，作为域外国家的澳大利亚，为何跑到这里来搅局呢？它的这个反潜巡逻机调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就是利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或者是日本的这些基地呢，来为就是 P-8A 反潜巡逻机呢来进行起降，然后呢在搞演习的时候参加相关的演习进行反潜，所以呢对自己的这个应该说这种反潜巡逻机呢是一种检验，同时呢对自己的就是驾驭这种装备的人员也是一种培训。当然这里边可能有美国的因素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反潜巡逻机放到这个太平洋来，你可以为我们美国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来服务，来加强就是可以说对一岛链这个方向的侦搜，这个呢既可以就是提高你的这个训练水平，又可以呢应该说达到美国的这种目的，就是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舰艇潜艇进行一种围堵。澳大利亚近来频频炒作所谓军机被中国军舰激光照射事件，然而事实证明，这根本就是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请教一下石先生，澳大利亚明知站不住脚，谎言一击就破，还要进行炒作的用意是什么呢？他就是炒作呢中国威胁论嘛。一呢是跟着美国学的，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呢，2020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就炒作中国海军舰艇对于美国海军的 P-8A 反潜巡逻机呢进行激光照射，那当时呢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嘛。那你看看现在澳大利亚有样学样，完全是踏着美国的路在走嘛。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澳军事同盟是在不断的加强。那第二个呢，是给澳大利亚增加军费进行扩军做这种舆论准备嘛。因为呢，澳大利亚和美英呢结成了奥库斯联盟，美英给澳大利亚呢提供核潜艇技术，让澳大利亚造8艘核潜艇，这个是天文数字的开销。而且呢，澳大利亚还要建核潜艇基地，还要买美国的先进战机，那么所有这些林林总总加起来那开支呢是非常大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炒作中国威胁论，给澳大利亚呢塑造一个呢强大的对手，澳大利亚民众呢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对声音了嘛。那第三个呢，就是通过炒作中国威胁论，制造呢地区紧张局势，再拉帮结派。那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它也是想在地区称霸的，它就是通过呢塑造呢这种紧张的局势，然后呢把周边的国家拉到自己的跟前，它也想在亚太地区当一当呢这个地区的霸主了。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3月10号宣布，计划到2040年将现役国防人员扩充30%，这也是澳大利亚在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扩军计划。那么，澳大利亚为何在此时大幅扩充军力，而且重点强化海上力量？计划投资100亿澳元建设新的核潜艇基地，又为何被指是为美军所建？美军的海上核力量一旦在澳洲东部长期部署，又会给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怎样的影响？在莫里森宣布要大幅扩军的当天，澳防长达顿也大肆炒作所谓中俄威胁。达顿声称，俄罗斯的野心不只是乌克兰，中国大陆所关注的也不只是台湾地区。据英国路透社消息，过去几年，澳大利亚一直在增加国防开支预算，理由则是对抗中国。如果扩军计划能够得到充分实施，算上文职人员，澳大利亚国防军将突破10万，而澳大利亚国防开支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1%，这个占比几乎和英国持平，远超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分析指出，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盟友，澳大利亚紧随美国，不断提出要强化澳军的作战能力，充分说明澳大利亚已经不满足于本土防御，而是要去相关区域进行武装干涉，暴露出明显的对外扩张的企图。据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将建立一个负责远程火力的陆上军团和另一个专门负责信息战的部队。澳陆军还将进一步提升其情报通信和电子战能力，而强化海军力量则是此次扩军计划的重点。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澳大利亚的舰艇和潜艇数量将会增加1倍。其中，潜艇方面主要是去年9月，美英澳领导人宣布达成 AUKUS 联盟，并签署合作协议，由美英共同向澳大利亚提供技术，建设8艘核潜艇。莫里森此前预计，第1艘核潜艇将在2040年前下水。3月7号，莫里森还宣布，计划在澳大利亚东部投资100亿澳元建设新的核潜艇基地。莫里森表示，新基地的建设将增强澳大利亚的战略威慑能力。美英的核潜艇舰队也将对该基地进行定期访问。尽管未直接点名，但舆论普遍认为，旨在提高战略遏制力的新基地建设明显是针对中国。